你赢球时会被喊？乒乓球每次都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别人喊我就这样喊。被要喊来吓对方。你好，我是 Isaac 郭勇，我今年18岁，我是乒乓球国手，今年要参与2024巴黎奥运会。你怎么接触乒乓球？我第一次打乒乓是我家人一起去 cruise， 然后有一个乒乓桌子，然后我第一次爸爸说要不要去打一下。I played only one time 啦，but 我选 CCA 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喜欢乒乓，就选了乒乓球。我其实更小的时候，小学之前已经开始游泳，在差不多8、9岁要选一个，然后我选了乒乓球，因为我觉得游泳很 boring 啦，我觉得每天要很早起，然后也就跳在游泳池里面一个人在那边游泳，我觉得有点 boring。你几时知道要全职打乒乓11、12岁的时候，我那时候要选中学的时候，我就选进体校，因为去体校就能去外国打比赛。因为我打乒乓球我非常开心，所以很喜欢训练，所以我觉得就just do something that I like。你最讨厌的训练？多球，我们每天都下午训练都是练多球。多球就是像 multi-ball 教练发给你，你不可以休息，要打差不多80、100下，然后全台都要跑2分钟差不多了。A lot of footwork 啦，所以比较累，所以我不喜欢，很喜欢训练。你在赛场上发生过最丢脸的事I think 有一次我发球的时候，然后我的板掉，I think 我很 nervous 啦，然后我手很 sweaty， 所以发球了以后板掉了，丢脸了。我就act like nothing happened 啦，try to be smooth。After the match， 我教练笑我啦。你觉得自己最帅的时候 Definitely 不是在场上啦，因为每次我们拍照拍我打球的时候，就那个脸每次都拍着好像很 ugly 啦，so definitely not on court。Maybe out of 10 maybe 只有2个好而已，差不多8 out of 10 all 是那种 use 很多 strength 的那种脸。有没有很多女生追你？没有啦，真的吗？父母有没有规定你几岁才能交女朋友？没有规定 ，but I don't know just natural 咯，like whenever it comes 咯。这样你最喜欢的科目？数学，其实有点像乒乓球啦，在场上有困难的时候，然后困难解决了以后，我比较喜欢那种感觉，所以数学也有点终于有对的答案，感觉就比较 satisfying 啦。说你数学好吗Not too bad 啦多好。，can get A 啦。你可以分享运动员学生的一天吗？我以前中学的时候就是早上上课，从早上8点开始到2点多，然后3点半就要开始训练，然后练到晚上9点半这样。Took 1 year off and then 1 gap semester. So after Olympics, then I'll continue doing poly, do business. 你会要读大学吗？还没有 plan 到这样远啦，不知道。现在 just focus 乒乓球先，应该是以后迟早要上了。我也不知道我以后乒乓会达到什么程度。这样你出国比赛会带学校功课去做吗？飞机上这些都有做功课，有时候带去没有做啦，带去带回来then再做啦。所以 sometimes 如果有时间的话再做了，but sometimes in competition no mood 啦。你的爱好？有时候我会玩游戏，跟队友一起，下午练完了，晚上会一起玩。我们玩的 Valorant， 在国外的时候没有电脑玩，以前玩 Mobile Legends。你最好的朋友是不是都在乒乓队？对，因为我没有很多出去的时间，所以每次训练啊，包括出国都是跟队友，所以最好的朋友都是他们，像我的搭档 Cohen， 有 Josh。你可以用乒乓球耍什么花招？Turn but smooth 啦 ，without jumping 啦。你赢球时会被喊？乒乓球每次都喊错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别人喊我就这样喊，每次都是喊错或者错嘞。欧洲人、什么亚洲人，全部都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喊起来的话，就给自己调动起来，比较兴奋一些，会比较好。有时候在比赛，如果不喊的话，就很闷，感觉打不好的时候就一直打不好嘛。
会不会要喊来吓对方？有些人喊就是很大声，就是要吓对方了吧？我不是啦。你有没有小时候每次输会被哭？重要的比赛都会哭。我在12岁的时候打那个东南亚青少年运动会，输给了自己的队友。我那时候记得哭得很长，可能有20、30分钟吧。我记得那时候妈妈也跟着一起去了，所以她打完了比赛在安慰我。Disappointed in myself， 我应该那时候没有打得很好。你碰过最大的挫折？我以前打的青少年的比赛比较多，我14、15岁的时候，然后要转到要打成人的比赛，然后打的比赛每次去比赛都是第一轮输，然后去连续4、5战都没有赢过一场，是不是？以前青少年我赢很多，然后到了成人我就不行了。那时候我是跟教练一起商量怎么改变自己的打法，这些新加坡兵总也给我很多机会，最后也打得算不错。你第一次参加冬运会就赢得3面金牌，那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其实从冬运会一开始，那时候状态不是那么好，第二场也很接近3-2才赢对手，我们团体，所以那时候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技术都在调整，告诉自己一场一场的拼，也没有想到我能拿到冠军，有点像 like a dream 啦。21年在越南打的那一次，我是打了一个队内选拔，我就差1名就进那个团体，但是我没上。我觉得我上一年那么伤心，一直在新加坡打不了，一直只能看他们，那时候也挺难受。然后这一次一定要打好。你很年轻就赢很多大奖，怎么确保不会自满？我觉得每次我赢到什么成绩或者什么，我都告诉自己不要停，就是得到了这个了以后要想下一步。知道自己成功打入奥运会的第一反应？Like unbelievable！ 我那时候打完了比赛，在椅子那里坐了一会儿，也感觉我那么快就进奥运会了，我也没想到。那时候想的是去美国那个2028的奥运会，不是靠世界排名进的，是打了那个奥运资格一个比赛，所以就打了4场比赛就拿到了资格。那天晚上去吃，我们在泰国打，所以我们去吃木嘎达。你最期待奥运会的什么？在奥运会打跟正常比赛，我觉得很多人也说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很期待那时候上场会什么样的感觉。有可能奥运会的话，也能见到其他项目的有名的运动员嘛。如果你可以跟一个名人打乒乓，你会选谁？我的算偶像是马龙，从小就一直在跟着他看他，所以现在还没有对到他过，没打过单打，我们双打已经碰过2次，就感觉有点nervous，感觉他就在我对面，有点这样了。But OK 啦，打起来了以后还好了。这样你身为运动员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当然是在奥运会能帮新加坡拿到牌。现在目标就是这样，这是巴黎奥运会第一次，也就是去拼别人的心态去打。我们乒乓球是7月27号开始。记得支持我们，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订阅 K Kaki。